的东西带来了，你要的东西就在我身上，想要的话，先达到我再说。慕寒雨，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失败了。疼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在魔女项链的见证下，跟我缔结契约，给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就免除对你的惩罚。我不需要。契约是公平的，不但能免除对你的惩罚，还能给你想要的一切。我想要的一切。想见的人，没有完成的事。想见的人。来，把项链给我。但是你现在缔结不了契约，因为真正的魔女项链在我身上。姐姐，花瓣又掉落了。如果再找不到项链，我已经知道项链的下落了。日前，著名物理学家慕寒雨缺席颁奖典礼，原因为何引发群众热议。你就是夏沫，慕寒雨。你迟到了。有点事情耽搁了，
你很着急。项链带来了吗？先打开来看看。我需要你用东西来交换。这里面的金额足够交换你手里的物品了。我不需要钱。我认为，你要用更有价值的东西来跟我交换。你想要什么？权力、地位、女人。我听说魔女项链是魔女和人类缔结契约的器物，只要有人愿意付出同等的代价，就可以许下任何人。所以，你是魔女。我建议你先看看这里面的金额。说了，我不需要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是不是魔女？给我项链，我就告诉你答案。告诉我你是魔女，我就给你项链。你真的是魔女？空的，你可是耍我！哦，你一开始用项链引我出来，就是为了试探我的身份。我需要确定一下，你是否真的是魔女？真不错啊，还真让我老宋给碰到了。这个世界上原来还真有魔女啊！这要是把她给抓到了，咱可就发大财了。还带了帮手。这些人我不认识。满口谎言，不值得相信。给我抓起来！不要待着，别耽误事。我们的账一会儿再算。给我上！放下去！你们赶紧让他停下！这帮废物！原来项链在他身上。给我弄死他！这是哪儿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想知道？跟我来。这也太神奇了吧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去到哪儿都可以吗？或者是沙漠，或者热带雨林？人呢？啊？其他魔女能做到吗？这个项链才可以做到吗？跟我来。你也看到了，只要打开门就能去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。我就是魔女。现在可以把项链卖给我了吧？我还没想好报酬，我不卖了。出尔反尔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你们魔女就是这么报答救命恩人的吗？救命恩人还是阴险小人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对，我就不应该多此一举，救我。确实不该救我。
我就不应该多此一举，救你。确实不该救我。怎么回事？异能呢？刚才怎么回事？果然，项链在保护他。也许我可以换另一种方式搞定他。昨晚谢谢你救了我。这么危险的东西，还是不要到处乱放了。昨天我吓到你了吧？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？昨天那些人也不知道走了没有。没有你，再出事了怎么办啊？你想杀我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个样子的。那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以身相许都来不及，怎么会杀你？可是，你看着的，为什么是我的项链？没有啊，我明明看着的是你的凶器。那你是想住在这里，还是赖在这里了？不是，万德不送。穆寒远，怎么说我都在你家过了夜，而且没有而且，就你这些伎俩，还请自便。老板，魔女呢？跑了，老板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马上去找，我一定会抓到他的。哇！等会儿。再找不到，下次就砸碎你的脑袋。是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，老板，我马上走，我马上去找。爸，我们愿意以命换命，换儿子活下去。妈，我们还要韩宇获得魔女族的力量，让他永远不会被你们伤害。我找到魔女了，项链在我手上，我一定会复活你们的。
我跟你说一件特别离谱的传闻啊，就说这世界上有魔女可以跟人缔结契约，只要你付出相等的代价，你就能实现一个愿望。真的假的？开什么玩笑？真的，我太奶奶好像就缔结过契约。哎，还说这儿就是他们的聚集地。要真是这样，那我想要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，让我少活10年都行。你想要什么？这个魔女肯定是很漂亮，这光许愿是不是太浪费了？那娶回家当老婆，岂不是更爽？来，那你们想怎么爽？要不等水完了。这丫头，怎么又跑现实空间去了？夏心怡，姐姐，忘了。姐姐，跟我走。我说过，除非必要，不要跟人靠得太近，会很麻烦。姐姐，你生气了？姐姐，无聊的时候找人斗一斗、玩一玩，挺有意思的。你上次把人丢到山里，差点出事，闹出这么大动静，酒馆差点被连累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下次不敢了，好不好？每次都说你错，每次都不敢。姐姐，哎，对了，姐姐，项链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找到了，太好了！找到了项链，族人们就会承认你新族长的身份，那姐姐就不用死了。项链在一个男人身上，拿不回来。男人？那我们去把他抢回来。项链在保护他。那怎么办？你的生命只剩3个月了，如果再拿不回项链，或许我可以让他心甘情愿地把项链给我。心怡，你去查一下这个人的资料，我要知己知彼才能对付他。他叫穆寒雨。寒雨？你认识他？哦，不认识。穆寒雨，男，26岁。他是江北大学最年轻的天体物理学教授，靠着无数专利，还拿到了巨额的投资，自己创办了家公司。他是当前最有潜力的科技新贵，父母双亡，家里也没什么亲人，这么多年一直一心扑在研究上，连次恋爱都没谈过，生活……等等，没谈过恋爱。终于回来了，等你好久了。你怎么在我家出现了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很没礼貌？今天人家过生日，想让你陪我庆祝一下。你这生日就是随便过的？你不想陪我庆祝吗？我不太合适吧？
救过我，我自作主张把你算作是我夏末半个朋友，有你陪我过生日，我会很高兴的。你过生日就过生日，你穿我衣服做什么？人家就是想告诉你，昨天那个不是真实的我，今天才是我真正的样子。穿男人衣服的样子，就是你最真实的样子。就陪我过过生日。生日快乐！干杯！那我就开始许愿了。我希望得到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，项链。生日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那可未必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慕寒雨，把项链给我。乖，快点给我。慕寒雨，把项链给我。好，那我就让你清醒清醒。疼吗？把项链给我，给我。慕寒雨，梦里也是软硬不吃，麻烦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你刚刚喝多了，帮你清醒一下。要不如一起。你这么费尽心思的接近我，就是为了得到项链，对吧？对，项链本来就是我。不过既然它在你身上，我也不会白拿。项链是我父母留给我的，你休想拿走。既然如此，就等你死了，项链自然是我的。你笑什么？你要是真能杀得了我，就不会费尽心思的勾引你。杀不了你，那我就永远的折磨你。你一天不还项链，我就缠着你一天；一辈子不还项链，我就缠着你一辈子。反正我有的是时间。啊？试试看。慕寒雨，没有项链我会死。宇宙像是花草世界，有一个种子开始膨胀，它就像是宇宙大爆炸，由一个极小的点不断膨胀到今天的规模。科学也是一样，它是一个极其复杂和漫长的过程，它让我们不断发现新的事物，探索神秘的力量。这个神秘的力量最近……感谢穆教授分享了这么多与科学相关的知识。穆教授年轻有为，肯定有众多仰慕者吧？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？啊，没有。没有。有，
我就是他女朋友。我们的感情就像是宇宙大爆炸一样，哇，从一个极小的点膨胀到了今天的规模。所以，顾教授，这真的是你的女朋友吗？顾教授 Hello，大家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我给你们带了早餐。早餐啊！来给你，这是你的，你家的。这2天住在你家，都没有让你好好休息，好好补一补。你就不怕之后吃不消？吃得消。夏沫在哪儿？你是什么东西？问得着吗？把魔女项链交出来。有了项链，我就不信那女人她不现身。想要的话，自己来拿呀。老子倒是想知道，到底是你的嘴硬，还是你的骨头硬？给我打！狠打！嘿！先说把他的腿打断！嘿！你就站在旁边看。反正你也不会把项链给我，不如等他们抢到了，我再从他们手上抢走也不迟。打！松手！不要！不要！走！快走！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身体还挺结实，你还挺能打的。几个小混混而已，不值一提。帮你捏一下。恩将仇报是吧？我捏一下。救我！糟了，我有危险。原来项链已经开始启动，可以感应到魔女的能量。宝贝，这个礼物喜欢吗？当然。接下来该你了。
啊？是你，你是背叛了我们，背叛。除了姐姐，你们有谁把我当过族人吗？没错，你没有资格当我们的族人，你就是个半魔半人的怪胎，怪胎。怪胎。那你知道怪胎最大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吗？杀了他。我知道了真相。当时啊，但是你这个叛逆，你的死期。可惜啊，你等不到那天啊。爽吗？下一个是谁？都杀了。跟我走。不行，我哥。慧，你在哪儿？他这怎么办了？慧，慧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要是我早点拿回魔女项链，你就不会有事。我送你回家。都是我的错，我连族人都保护不好，根本不配做这个族长。你不要太自责，这不是你的错。
夏沫，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跟我来。这是什么地方66巷酒馆，我们魔女聚集的地方。我是这里的组长。姐姐，你怎么把他带到这里来了？慧死了。慧姐姐死了。去查一下，是谁杀了慧。好。我在他的身边找到了这个。那慧姐姐死前还有没有说什么？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走了。慧的死绝对不简单，我要查清楚，到底是谁在猎杀魔女。好。魔女项链是族长的信物，用于缔结契约。我们来到这里之后，族人生病、衰亡，想要治愈都需要跟人类缔结契约。契约？我可以满足绝望中的人类一个愿望，给他们一次公平选择的机会，然后从他们身上获取我们想要的东西。什么愿望都可以吗？什么愿望都可以。所以缔结契约需要项链。对，必须是魔女族的族长，在项链的见证之下才能缔结契约。自从项链丢失之后，我们的族人都在走向衰亡。你必须拿回项链才能保护全族。也就是说，缔结契约需要满足2个条件：一是项链的见证，2是族长的缔结。没错。你能把它还给我吗？不是我不想还给你，而是我根本就拿不下来。怎么可能？项链在你身上，只要你心甘情愿，怎么会拿不下来？你看，就是这样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又回去了？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拿回来？你先别着急，我们想想看，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或许是你忘了什么。也许我们可以去找柔仪。柔仪？上一任族长的姐姐。这里是柔仪最喜欢的一片海。70年前，她带我们来过这儿。或许这里有人认识她。70年？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70年？70年或许对于你们来说很漫长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很短暂。
小时候，我妈妈也经常带我沿海捡贝壳，她会把那些贝壳看成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项目，每一串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可惜再也看不到了。海边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地方。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带你去的海吗？嗯。那里对于我来说也很重要。只要我不开心，就会去那里。也就是说，我最温馨的地方和你最不开心的地方交汇在了一起。哎，我怎么感觉我说过这个？老板，能借用一条毛巾吗？好了，我淋湿了。谢谢啊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老板，您这有吹风机吗？稍等一下。宇宙像是花草世界，有一个种子开始膨胀，它就像是宇宙大爆炸一样，有一个极小的点，不断膨胀到今天的规律。这是穆海宇研究的异能频率系的资料。牛啊！对，谢谢啊。用这个吧，这个快。我用不惯那个，就用这个就好。要是不及时吹干，会感冒的。我不会用。我帮你吹。嗯。放近一点。对，就是这样呀。你自己吹吧。好漂亮啊。嗯。你喜欢吗？嗯。嗯。另外拿下这个。不是，怎么混？好，我扫你。好，这边。好，收到了。谢谢。很好用吧？嗯。既然魔女项链没有办法还给你，我先还你一串贝壳项链。嗯。用一串贝壳项链就想打发我？我这可不是打发。贝壳项链它代表着心意，最主要的是你不是喜欢吗？好吧。帮我戴。好。
哎，你挺好。你是不是饿了？我去给你买点吃的。好了。哎，你到底在干什么啊？你不会是真的抱有侥幸心理吧？你给他吹头发干嘛？我都看不懂你了，慕寒雨。你明明知道他是一个套路很多的人，你看看他前两天给你做的都是什么事儿，你就是因为看着他水汪汪大眼睛，我对你有点失望了，慕寒雨。还给他买嫂子。终于见到大名鼎鼎的穆教授了，罗信。你是谁？我听说穆教授研制出了异能屏蔽器，我愿意花5倍的价格买下它，怎么样？你怎么知道我有异能屏蔽器？这好像不重要吧？不卖。没关系，如果你不愿意转让，那我可以投资啊，咱们联合生产。毕竟你的研究需要很大一笔资金，对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并不打算批量，我不缺钱。我是真的很欣赏穆教授的才华，所以诚心想跟你交个朋友。穆教授应该不会不答应我吧？我只希望形势不犯合适。穆教授，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夏沫，柔仪，是柔仪，可是你跟以前要在这里生存的久一点，相貌总是要变化一下的。难怪我刚进门的时候没有认出你。你是来玩项链的事，对吗？项链现在在别人身上，我拿不回来。想要拿回项链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项链现在的主人死去，新主人自然能拿回项链。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刚才那个，你要下定决心。很多选择看似能够掌控，实际已由不得你了。没想到5年了，经历这么多，你们还是相遇了。夏沫，这一次你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轻点，看给穆教授打。哎呀，穆教授，现在考虑怎么样了呀？我已经给过你答案了。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不就一个破屏蔽器吗？连命都不要了。除非你要让他佩服的是夏沫。啊？那我们更应该合作了呀！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。到底是谁？我跟你一样啊，专门对付魔女的。我们会是最佳搭档。你别把我跟你拉到一个阵营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级工人。穆教授，本来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没想到跟他们一样愚蠢。那既然这样，杀了吧。想要拿回项链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项链现在的主人死去。
真是麻烦。也许还有其他办法拿回项链，不一定要杀一个无辜的人。好像也不是很麻烦。夏沫，你在干什么？明明可以等别人杀掉他，就可以拿到项链，非要多此一举。为什么要救你也救我一命，一命抵一命。可是如果我死了，也许就能拿到项链。现在我还没有找到拿回项链的包，等我找到，你再死也不迟。万一永远也找不到呢？只要有你在，我就可以缔结契约。跟我合作，我需要你。姐姐，找到拿回项链的办法了吗？干脆杀了他。我们杀不掉就找别人杀，只要他死了，项链就拿回来了。是要杀了他，但还不到时候。只要他在，我也能驱动项链。姐姐，你说过要跟人类保持距离，那你跟慕寒雨不用拿我说过的话来提醒我。我只是希望姐姐记住今天说的话，以后不要感情用事。你好像对慕寒雨格外的关注。没有，我只担心他不会配合你。他不敢。你不该救我。如果5年前，我爸妈也像我这么幸运。回来了，穆教授，这是你做屏蔽器的地方，也太简陋了点吧？我已经够用了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嗯？还是说想杀我 ？No， 你爸有个帮手啊。你和他有恩怨？你在试探我呀？那你要加入我的阵营，我就告诉你。来呀，多好玩啊！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我们不是一路人。穆教授呀，穆教授。哦，没关系，就算你现在不想跟我合作，说不定以后就反悔呢。我等你。走了。
情越来越复杂了，我必须尽快复活我爸妈。你好，请问夏沫在吗？你好，这位女士，请问夏沫在吗？他不在。是他让你跟我说他不在，还是说你对我有意见？看不出来吗？我很讨厌你。警告你啊，离我的姐姐远一点，你跟她在一起，只会给她带来不幸。我只是有事情找他。没看到吗？她不在。姐姐，刚刚慕寒雨来过了。他来干嘛？不知道，不过我已经赶他走了。走了就走了吧。难道姐姐不在乎慕寒雨？你找我，什么事？我本来以为你会很着急让我帮你缔结契约，现在看来，先缓缓。我这不是来找你了吗？我今天去找你说这个事情，路上花了3个小时，白跑一趟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喝咖啡。等一下，手磨的，精致一点。要不是为了项链，才不会这样低三下四的伺候人。喝什么手磨咖啡？哎，嘀咕什么呢？我帮你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现在还不是说的时候。你现在不说，万一到时候狮子大开口怎么办？你不是无所不能吗？放心，你说过，契约是对等的，我自然不会提出不对等的条件。你要缔结契约？总之，你要答应我的条件，我才能帮你。从第一次见面起，你就对我百般算计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你不需要相信我，只要我们2个人互相对对方有用，我就绝对不会背叛你。而且，我需要你。好，我也是有条件的。你说。首先，你要随叫随到，唯命是从，当我的跟班。行。在我需要缔结契约的时候，你要全力配合，不能迟到，不能早退，偶尔还要加班，但不能有相反链接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不能对我动男女之间的感情。你不会是认真的吧？以后我们要经常见面，为了避免你对我日久生情，所以有必要提醒你一下。这是5年来族人发来的所有请求卡。这么多？哎，姐姐，他也要在这儿吗？让他不存在就好。
没水。来吧。魔女遇到困难，会向66项酒馆发送请求卡，把他们的需求写清楚，然后用异能传回酒馆。都不长眼啊，这瞎子！由我们来寻找可以提供需求的人，然后跟他们缔结契约，实现他们的愿望，从他们身上获得我们需要的东西。安娜，是安娜，她需要一双眼角膜。那我们找到对应需求的人类了吗？小严，23岁，脑癌，地址不是都写在上面吗？又不是给你的。还不跟上？小野，你别害怕，无论什么困难，我们一起面对。你别再缠着我了。别再来了，忘了我吧。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，只要你跟我签订契约，我可以让他忘了你。你别拿我当小妾。你真的能实现我的愿望吗？那我都需要做些什么？给我你的眼角膜。好。哎，慢着，我还是不太相信你，除非你能先让我看到是阿涛不爱我。好，在他不爱你之前，这个契约不会生效。现在可以签了吗？你说你们的存在究竟是好还是坏？小严，他虽然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，但他也失去了最爱的人。那这也是他自己的意愿。别再来了。知道我喜欢你什么？知道。那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快点展出来呢。好呀。
不仅要除掉他，我还会铲除所有除了谁啊？这2天你也看到了，他已经彻底忘记自己爱过你。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，你该兑现你的承诺了。我不要签这份契约了，我求求你，你把阿涛还给我好不好？你出尔反尔！对不起，我后悔了。我只是想，哪怕我死了，阿涛还能记得我。我求求你了，你把契约收回去吧，好不好？契约一旦缔结，必须履行，否则你将遭受更严重的惩罚。你把他对我的爱还给他，就当做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。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。这已经由不得你。他既然不愿意，你就放弃吧。这是我缔结的契约，你没资格替我做决定。他已经很可怜了，别再步步紧逼。这是他做的选择，现在后悔太晚。可是小妍现在已经知道错了，难道有一个改正的机会都不行吗？契约一旦缔结，必须履行，我也无法阻止。就算可以阻止，我也不会为了一个背叛者去违反规则。那就去找办法。你们的族人只需要发出请求，却什么都不用付出。小妍只是为了让他心爱的人不伤心，却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这样的交易不公平。你们可以有医生，我们只能用契约救治自己，这是我们的方式。但凡有别的方法，我也不会做出这种选择。这是我的使命。当初他是可以拒绝，但是他没有。他没有，我有。回来，回来！慕寒雨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明明知道他就是这么冷血的一个人。是我知道啊，你为什么还要对他抱有期待？我对他完完全全就没有别的想法。谁会对于一个这么冷血的物种抱有想法？活该你对他抱有期待。活该。慕寒雨，既然答应了跟我一起完成契约，想反悔，就要接受惩罚。有病啊！松开！
热吗？你要是受不了，求我，我就放过你。你想让我求你，你休想！你不就想跟我玩吗？我陪你玩，就这点温度还不够。希望你一会儿也可以这么随意。马上这里会变得越来越热，小心会被煮熟哦。好好享受，别傻了，你逃不掉的。知道自己错哪儿了吗？我觉得你很过分。现在跟我认错还来得及。你这么折磨我，不就想让我跟你认错吗？我玩得起。好，有骨气。你要是现在跟我服了软，我还觉得没意思。小莫，你赢了，我输了。现在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吧？我错了，求你。你说什么？我可听不清。我错了，求你。再说一遍。我错了。那是不是现在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？站起来，往前走2步，转过来，跪下。醒了？做噩梦了？你一定是做噩梦，出了这么多汗。来，喝杯茶。你弄的梦。你自己做的梦，可不要怪我。我刚刚一直在沏茶。我听见你不停的在说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”是说给我听的吗？小莫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太过分。说说嘛，梦到什么了？我忘了。哦，完完全全的忘记了。记性这么差，那更要喝杯茶了。
不喝了。是不喜欢我今天的茶艺风格？我喜欢很多种风格，但是不喜欢你今天这种。我看你是大梦一场，失去判断了。你很自信啊，你觉得你很懂感情，所以到处玩弄别人。一般般吧，但起码比你懂。说说看，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，我都可以给你找。我这个人很公平，只要你帮我做事，我可以满足你的想象。行了，别装了。刚刚那一切都是你弄的吧？我已经对你手下留情了，只是在梦里给你点教训。如果不是项链保护我，你就会杀了我，对吧？你的眼里只有规矩，可是用这样伤害别人的方式去达到目的，真的是对的吗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分对错。夏沫，那你换一下立场呢？如果小妍也像你的族人一样无助，那你还会对他赶尽杀绝吗？我们不一样。是不一样。人是有情感的。小妍正在尽她所能保护她的爱情，爱是会让人失去理智的，你能理解吗？爱会让人失去理智。是，所以小妍她才会反悔。我希望你能理解她。那你呢？如果要让你听话，是不是让你爱上一个人就可以了？我说的是这个事儿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爸爸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心狠手辣的魔女手上，与虎谋皮，是不是错了？穆教授啊，又是你来干什么？我喜欢你呀。我们同病相怜，我知道你内心的痛苦啊。那些魔女都不是什么好人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吗？不要把我和你放在同一个阵营。在我看来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都这么主动了，你还要拒绝我吗？我的表现不够明显吗？确实，我的确不是什么好人。但正是因为有我的存在，魔女才不敢那么嚣张。你也知道，他们爱演戏。我的目的呢，就是刺穿他们的虚伪。明白了吗？你现在还觉得夏沫可信吗？关你什么事？兄弟啊，兄弟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女人有兄弟好吗？加入我的 team， 怎么样？不必了，我不喜欢偏激的兄弟。你不是比我更偏激吗？不然你怎么会研究针对他们的屏蔽器呢？你看，我这不就刺穿你了吗？我能看透夏沫，也就能看得透你。好好想想。你现在还觉得夏沫可信吗？来，请进，这边，入座吧。帅哥吗？是。这位是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博士，年轻又有才。弟弟，你自己一个人吗？跟姐姐回家啊，我可以养你啊。靓仔，你这么帅，
和我一起撸铁好不好呀？小哥哥，你可真帅了！哎呀，别不好意思嘛，跟我们聊聊天嘛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满意吗？满意，非常满意。什么时候能领证啊？交流一下够了，够了！这怎么这样？你有病吧？夏沫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不是你说，爱情会让人失去理智，随意被操控吗？我就等着你爱上别人，然后让你听话，继续帮我缔结契约。夏沫。哦，这里面的风格，没有一个喜欢的。你觉得我说那个爱是这些东西吗？好吧，姐妹们，不好意思了。哎，真是的，太扫兴。拜拜。你这样有意思吗？有意思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以为我说了那么多你会明白，但事实上，我们根本就达不成一致。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。表面上你给小妍带来了希望，实际上你给她带来了更大的伤害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在这儿活了100多年，早就看透了。我帮他们实现了愿望，怎么就错了呢？可是阿涛呢？他想不想忘记小妍？这真的就是他想要的吗？阿涛？是。如果他知道真相，如果他知道别人是用死换来的希望，他要怎么换？在说什么？我本来以为我们已经很了解彼此，但现在看来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喂，我是小妍的主治医师。小妍，小妍死了。小妍生前特意嘱咐我，一定要当着她的面把这个交给你。现在这个结果，你满意吗？他？你都还给他了？你怎么没告诉我？小木，下次还来，一起。我以为我说了这么多你会明白，但事实上，我们根本就达不成一致。我本来以为我们已经很了解彼此，但现在看来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小莫，小莫，小莫，你怎么了，小莫？你醒了？我怎么会和你在这儿？你刚刚都吐血了。
你忘了？是吗？是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应该是我更改了小妍的契约，遭到了反噬，导致了短暂失忆。没事，我现在不挺好的吗？真没事。真的。这个送你的。我不需要。这里面有我的手机号码，你可以随时联系到我。是你需要联系我吧？你不需要我吗？我想找你，随时都能找到。好吧，我一般不随便收别人礼物，这次例外。哎，你会用吗？应该挺简单的。夏木，晚上你有时间吗？我没时间。这什么鬼地方？我发型都要吹乱了。你等一会儿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怎么样？不喜欢吗？你弄的？我弄的。一般吧。但这个你一定感兴趣，真的会喜欢的。眼镜。啊，能看到银河，还能看到猎户星呢。你们那边是什么样的？和这里一样，很美。比你还美吗？唉，真羡慕你啊，寿命那么长，不像我们，不像烟花一样。谁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？说不定一个意外我就没了。啊？就像你们这里常说的，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夏沫，你说西游可以实现所有的愿望，是真的吗？只要你能支付同等的代价。能用我的命，就能换爸妈复活。夏沫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？可以。眼睛、描心、把心连成一条线，把他想成最讨厌的人，然后射出去，放慢呼吸，像猎物一样，用手射出去。可以啊，还不够，我一定要射死他。谁呀？惹你这么生气？啊？一个5年前就该死的人，他根本不配出现在这里。我看你生别人的气，我会嫉妒的。你应该想着我才对呀。你想让我把你射死？好呀。来呀，别怂了，来呀，来，往这射，狠狠的来，来呀，你快一点。都查到了。
哎呀，穆教授，原来你跟我是同一类人啊！三番两次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没干嘛呀，穆教授，我就是帮你擦擦照片而已，别那么冲动。哎呀，穆教授，今天来呢，就想告诉你，魔女只会不停的引诱别人，包括你，为了就是跟你缔结契约，到最后呢？他要反咬你一口啊，穆教授，你怎么还信他们呀？啊？还是那句话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穆教授，我这有一个你5年前出车祸的视频，想看吗？看完你就知道，你相信夏沫的话有多么的愚蠢。好好看看。车祸是夏沫故意做的呀，为的就是让你父母付出生命缔结契约来救你，你傻不傻呀？啊？你现在也该相信我了吧？他们什么人啊？卑鄙！跟我一起，咱们一起除掉他们，好不好？你在干什么？消息不回，电话不接，你从我的手机就是个摆设吧？我很忙，我没看见。好吧，我找到了几个需要帮助的人，跟我走。别够，还有，以后进我家门之前，先敲门。敲门？这是我的私人空间，我喜欢一个人独处。穆寒雨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昨天还好好的。我没说明白吗？我喜欢一个人独处。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把你家门砸了。随便。穆寒雨，穆寒雨，敲门！我一开门就能去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，我还需要跟你交代？还敲门，哼，麻烦死了！敲什么门？我看呀，根本就不是敲不敲门的问题。姐，你越来越在乎他了。我在意他，我就是担心他影响我缔结契约。那你这么生气干嘛？我气的是他莫名其妙啊！前2天还跟我一起许愿，一副想要靠近我的样子。今天我去找他，看都不看我一眼，这么反复无常。你是说，他对你的态度变了？对啊，那我是什么？姐，这个就是他的手段呀，他故意制造落差，让你的情绪多变，为的就是更好的控制你和利用你，这个就叫 PUA。PUA。他不会这么做的。你的异能屏蔽器项目怎么样了？
还在进行当中，已经差不多了。我知道你父母的离奇去世，让你认为这一切跟外星能量有关系，但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自己的执念而赌上自己的一生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教授，有的事情让它过去，是因为人们的绝望，没有选择，他们必须也只能让他们过去。怎么了？实验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教授，当年我父母去世的时候，是不是很痛苦啊？也难得你这份孝心，但仇恨解决不了问题。别让它妨碍你做出正确的决定。您是觉得不应该复仇？您不觉得我现在跟夏沫交往，会对不起我死去的父母？过去的事情不应该成为你的枷锁。怎么，心情不好？嗯。说，如果两个人朝夕相处，是不是很容易产生感情啊？那有点看情况了。我第一次见你就无法自拔了。但是要换成你的姐姐夏沫，就难说了。可他现在天天和慕寒雨在一起，我担心。给你个惊喜，怎么样？惊喜？安娜，你怎么抓住他的？你怎么这么厉害？交给你。啊？夏心怡，你不得好死！可惜，你先死。你记着，你永远都不配当我们的族人，你就是个怪胎。怪胎，怪胎！只有你们都死了，我才能彻底摆脱你们。拖下去。我帮你杀这么多魔女，你是应该多给我点奖励啊！现在要奖励，是不是太早了？说的也是，那你得杀完所有的魔女，咱们再庆祝也不迟。杀完所有，也包括我啊？你当然不在其中，你跟他们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你痛恨他们，你和我才是一类人。你放心，你痛恨的人，我统统帮你铲除，哪怕是你的姐姐夏沫，我也让你杀得痛快。我说过，你杀其他魔女，我都可以帮你。
如果你感动我姐姐，我就让你下地狱。嘿，开个玩笑而已嘛。我怎么感动你姐姐呢？一看你生气都这么漂亮，我怎么舍得让你伤心啊？啊？是不是？我这次可是敲门喽。我给你买了早餐，有咸的、咸的、圆的、长条的。你又想搞什么鬼？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帮我找一个 J 组织的成员。你怎么突然想找那些人？我找到了这个人的地址，我要了解清楚 J 组织的情况，为汇报出来。我说了，没空。我再说一遍，没空。穆海宇，上次来你就故意。当年他们缔结了契约，以命换命，救了我。你缔结过契约？没错。如果不是这场车祸，我爸妈根本就不会死。哦，所以你觉得是我故意设计的车祸？我虽然利用了你的贪婪，但我还没有卑鄙到要用这种手段达到目的。看你不相信我。既然如此，以后所有的事情我都会靠自己解决。为什么隐瞒5年前穆寒与父母缔结过契约的事情？我只是觉得那不重要。夏心怡，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了。你最好没有骗过我。这件事情我会自己查清楚。韩宇，你找死！
应该就是这附近。你来干嘛？不是准备空吗？我就坐走路过。哦，这么巧。我是怕你再和上次一样，还有上上次一样，遇到危险。哎，为什么你每次都需要我保护？没有你，我也可以脱身。你的出现完全没有必要。是吗？当然是。好吧。你是不是保护我上瘾啊？是你求着我来的，你以为我愿意？你现在终于愿意相信我啊？相信我跟你父母的事情没有关系？要找人就快点，别嘀嘀咕咕的。你走慢一点儿。找人就快点儿。就是这。有陷阱。嗯。等等，你明明知道这有陷阱，你为什么还往里走？你不知道吗？最高级的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的。怎么？不敢？我们现在已经是猎物了，然后呢？等啊。等？嗯。你别告诉我你今天的计划就是等啊。夏沫，你最近是不是上网上多了？上网是什么？上网就是我送给你的手机上面那个上网。开什么玩笑？啊？我手机都用来给你打电话了。给我的。再说了，明明是你先踩过来的。是我踩过去的，那是因为你信心满满的说呀。你还记得你当时吗？你这么这么高，最高端的猎人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的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刚刚在下面？哎，你记得你的样子吗？这样，最高端的猎人，啊，我也忘了。人来了。说，这次老板又想怎么对付我？我都已经离开你们了，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？是你，夏沫。你知道我来找你一定是有事。我和你做个交易，你帮我对付 J， 我就能帮你实现愿望。可我现在都已经是个废人了，没什么可以帮你的。我只要一个他的地址。心狠手辣，如果知道是我泄露秘密给你们的话，我就活不成了。你怕他，难道就不怕我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这么拼命也不过为了儿子，只要你能配合我，我就能给你想要的东西。你知道的，我可以。我给这先生拼命了那么多年，还断了条腿，
结果呢，什么都没捞着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那还不如跟你合作一次，还能给我儿子留下点什么。决定好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没想到这一对这么边缘的人都要派人盯着。他要是知道阿山对你透露的消息，那阿珍就危险了。我已经让他们去了一个安全的地方，那里谁也找不到。你为什么要帮他们？我原本以为他只是为了钱与虎谋皮，但没有想到，他是为了儿子甘心冒险。对于你们而言，亲情的力量好像格外强大。你听说过一句话吗？神因为没有办法保护好每一个人，所以创造了父母。对我来说，父母就是我的保护神，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穆寒雨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夏沫，你怎么了？夏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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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夏沫，这些时间越来越少，都是你害的。不管是5年前还是5年后，你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？我害的。你不知道你父母临死前发生了什么吗？都是因为你，害得姐姐只剩5年的生命。你们要救自己的儿子，我们该怎么做？以命换命，用你们2人的性命为代价，换穆寒雨活着。契约一旦结成，你们会立刻消失，不许反悔。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你们还要继续吗？我们愿意以命换命，换儿子活下去。我们还要韩愈获得魔女族的力量，让她永远不会被你们伤害。你们太贪心了，竟然想让项链保护穆寒雨，该死！项链消失了。族长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夏沫，你就是新一任的族长，一定要找到魔女项链，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一定找回魔女项链。记住，只有5年的时间，否则你会受尸骨之痛，沉默致死。族长，族长！我爸妈是为了我更改了契约，所以项链才认我为主导。不然呢？不然你认为项链为什么会保护你？夏沫是因为没有项链才变成现在这样的。老族长给姐姐下了诅咒，如果拿不到项链，姐姐就会死。那我要怎么把项链还给他？我不知道，也许只有你死了，项链才能还给姐姐。怎么，不愿意死？
我姐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因为你父母的自私，你该赎罪。我姐想过，但是我现在还不能死，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。滚！做不到就滚啊！别在这跟我演戏了，别在这碍眼。我以命换命，复活我爸妈，这样向老人能还给你，一举两得。这些菜熟悉吗？熟悉啊，我爸最爱吃。穆总，你可从来不请员工吃饭呢，是不是有事求我？我有私事，要出去一段时间。我这里有一些东西，这个呢是一个 VR 的游戏机，你帮我交给赵哥，他下个月生日。这2张票是给李李的。你怎么不自己给他们啊？这个是项目的合同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帮我打理公司。放心吧。来，开始吧。我要用我的生命换回我最爱的人，健健康康、完完整整的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契约已经结成。怎么回事？我要用我的生命换回我最爱的人，健健康康、完完整整的出现在我的面前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爸妈为什么还没有复活？你要复活你的父母，死去的人是不能复活的。可是你明明说过，无论是什么你都可以实现，不包括复活已经死去的人。我找了你5年，你现在跟我说你复活不了？你冷静一点，我真的做不到，生命是不可逆的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！如果当时我保护好自己的话，他们就不会付出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我了。都怪我！你的父母是因为爱你，才会缔结这样的契约。如果他们现在还在的话，肯定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只是想让他们回来，我不想他们用命来换我。我可以给你一个再见他们一次的机会。
真的。真的。我还能再见到他。只有一次机会。就一次机会。我怎么去？爸，爸，真的是你们。对不起，儿子，爸妈没能在你身边照顾你。这些年，你过得好吗？是不是吃了不少的苦啊？我过得不好，因为我太想你们了。我想妈妈做的饭，我想陪爸下棋，我真的好想你们，我太想你们了。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我还是没办法把你们换回来。孩子，爸妈从来都没后悔过做那个决定。如果再来一次，我们还会那样选择的。不让你那样选择，好好的活着，替我们好好的活着。只要你健健康康的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爸，我想，你可能需要一个人静静的待会儿。我跟你们缔结契约，到底是对的，还是错的？现在对错还有用吗？你怎么过来的？你推开门就过来了，我可是开了2个小时的车。那万一我不在呢？你知道吗？你走了之后，院子空空的，这世界上仿佛一个人都没了。对不起。谢谢你，让我跟爸妈见了机会。我很想帮你实现愿望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我觉得很抱歉。我真的很希望你能放下。这是因为你的帮助，我放下了。
是我之前想要太多了，所以受到了惩罚。我甚至都没有考虑过父母的想法。现在，我要带着他们对我的爱，活下去。你就是若依吧？若依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够把项链还给夏洛？项链和主人是生死契约，想要放弃项链，除非你死。夏木他知道这件事情。族人一代一代有过很多故事，但都打破不了这个规则。夏木明明知道这些东西，他还是选择了救我。孩子，夏木背负着守护全族的使命，可是为了他连命都不要。夏木已经做出了选择，现在到你了，你会怎么选？穆教授，现在有空了吗？我来了，我老师在哪儿？穆教授，这玩意儿真能屏蔽异能吗？你在夏木身上试过吗？你想玩挺嗨啊！你想干什么？哎呀，老师，说吧，你想让我干什么？退嘛！你要早这么配合不就好了？这玩意儿太难操作了，你帮我打开。先放人。行，忘了吧。反正我已经达到目的了。对不起，儿子。爸妈没能在你身边照顾你。这些年，你过得好吗？我过得不好，因为我太想你们了。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我还是没办法把你们换回来。原来这就是爱，为了爱的人可以牺牲一切。人类的情感原来这么无私。想不到项链不会死。这颗项链它代表着心意，最主要的是你不是喜欢吗？穆寒雨。夏木，因为在找穆教授嘛，
还在我这里，你放心，放着呢。韩宇，打个招呼。夏沫，你千万不要过来啊！这里有异能屏蔽其他会伤害你的夏沫。夏沫，闭嘴吧啊！夏沫，你千方百计从阿山那里得到我的地址，那来找我吧，我等你，啊！夏沫，夏沫，你别过来！夏沫，这是陷阱！夏沫，夏沫，你别过来！夏沫，这是陷阱！夏沫，夏沫，这是个陷阱！夏沫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夏沫，耶！哎呀呀呀呀！真是太感动了，我都快哭了。夏沫，明知道是个陷阱，夏沫还义无反顾的走进来。穆教授，他对你可真是情深意重。如果我不来，你的游戏不就玩不了了吗？当然，一个人玩游戏多没意思呀。大家一起玩才更爽啊！为什么针对我们？为什么针对你？因为你要为你做的事情付出代价。缔结了契约，牺牲了你，所以你怀恨在心。我就爱跟你这种聪明人玩。既然都知道了，是你毁掉我的一切，那我今天要毁掉你的一切。你不是很喜欢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做出选择吗？那今天我要让你尝尝做选择的滋味。不要！心疼了？你不是想救他吗？我给你这个机会，你给自己来一刀。我不会有事的，夏沫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有事的，夏沫。夏沫，你相信我。夏沫，夏沫，你别。夏沫，你别做蠢事。你相信我，夏沫。夏沫，这不值得，夏沫。夏沫，对嘛对嘛。夏沫，我本来以为你们有多高傲呢，没想到这么卑微呀。可以了吗？夏沫，你觉得够吗？我这个模样跟10年了呀！继续，夏沫，你别说吃了，夏沫，来，夏沫。够了 ！Yes， 精彩！夏沫，太精彩了！再来一道，快！
就上啊！哎，香墨，香墨，你怎么了？啊，香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，香墨？没事。力量恢复之后，我慢慢就会自愈了。对不起，我研究屏蔽器，主要是为了找个魔女。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伤害到你，限制太多了。他杀了我的族人，我是一定要报仇的。就算你没有被抓，我也会去。我现在还能为你做些什么？让我睡一会儿就好。香墨，你别过来！香墨，这是陷阱！香墨，陆教授，他对你可真是情深意重。我说过让你离我姐姐远一点，现在害她受伤了。姐姐，你伤了的不是他，是这组织。还在这干嘛？你跟他在一起只会给姐姐带来不幸。走啊！你也受伤了，先回家好好休息。我没事的。走。说过不要动我姐姐。是他自己来找我的，我只是自保。不管，伤害我姐姐的人都得死。死在你手上，死了。爱你。如果你杀了我能让你泄愤，我愿意。哎，你别再演戏了。我今天不杀你，是因为你之前救过我。如果下次再敢动我姐姐，我就让你下地狱。消灭魔女的计划你忘了吗？这是我们之间的承诺。
以后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没有我们。爸，妈，谢谢你们拼尽了一切保护我，更改了契约，让我活了下来。可是夏沫因为失去了香兰，被折磨了5年，我欠他的真的好多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办？爸，你能告诉我吗？我应该怎么办？我的信息这么久还不回吗？10分钟了，快点回消息！你送了我手机，自己又不用，送我干嘛呢？不能太主动。哎，等等吧。姐姐，还在等穆寒雨电话？谁等他了？姐姐，你说爱到底是什么？会让人昏头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那你爱穆寒雨吗？开什么玩笑？那姐姐爱我吗？姐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怪怪的。没有，只是想提醒姐姐，穆寒雨始终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不是一类人，他的生命很短暂。那也比我的漫长。我刚刚想回自己的房间，然后开门的时候想着你，就到这儿了。别走，我梦到你了。你怎么进来？我不信。我知道你不信，但是我是真的想你了。他在说什么？怎么感觉这么熟悉？夏沫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。 PUA。但这次我们不用你的方式了，我们坐车、走路、骑行，
像普通人一样去浪费时间，好不好？好。哇，好美！夏沫已经做出了选择，现在到你了，你会怎么选？我是夏沫。老师，我是韩宇，我应该跟您道别的，但是时间太仓促，我也害怕面对您的时候，我说不出口。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，您跟我的爸妈一样，给了我很多关怀，很多支持。这次，我也希望您能支持我。这5年，我一直想要复活爸妈，但还是失败了。这世上除了您，只有夏沫让我最放心不下。我不能看着他死去，我想把项链还给他，让他好好活着。心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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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跟其他人一样嫌弃？我的底线我已经一再说过了。那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找的是很快乐，你肯定会嫌弃我。只要你遵守底线，你就算是魔鬼，我也会爱你。晦气！你有输光了。
妈，我回来了。没看见地上的垃圾啊？不知道扫吗？怎么你这么大声干什么？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废物啊？又去打架了？啊？你好本事啊！说话呀！你先拿那个脸给谁看？啊？我上辈子欠你的嘛！说话呀，哑巴吗？回一句啊！妈，我错了。哼！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呀？就是生了你呀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这么晦气？我怎么会这么惨？都是因为你这个废物啊！跟个傻一样，都是个这样的。妈，我错了，妈，闭嘴！妈，我错了。闭嘴！这里真能给我想要的一切吗？不是你，是他，苏晨。好俊秀的一张脸呢。那是他随的我，以前我也是靠着我的美貌。苏晨，你愿意缔结契约吗？说啊，快说啊！如果我缔结契约，我妈是不是就不讨厌我了？我们是不是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？当然啦，傻孩子，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只要你把脸换成一大笔钱，妈妈就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我愿意。契约已经完成，一切将如你所愿。那我们现在是有很多钱了吗？没错。谢谢你，你真是活神仙。不用谢我，这一切都是用你儿子的脸换来的。我的脸，妈，我的脸不见了，妈，我的脸。哎呀，有多少钱都不够数。谁让你出来的？你这个怪物！进去，进去！啊！都是因为魔女，我的妈妈才变成了这样，全是魔女的错。我就是个怪物，别爱我。
也是怪我。我知道。夏沫，夏沫，夏沫，夏沫。姐姐的时间越来越少，都是你害的。夏沫，夏沫。吓死我了！夏沫，今天我要履行契约，我要用我的一切换我最爱的人，好好活下去。你在干什么？契约没有完成，中途是不能结束的，这是你的规则。所以你这几天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来跟我告别，然后完成契约的。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。你有问过这是我想要的吗？夏沫，这是对我们两个人最好的选择。我相信，任何一对真正相爱的情侣都会做出的选择。我真的无法再面对我心爱的人在我面前死去。那我呢？我就能接受你为我死去，然后每天假装若无其事的活下去吗？你不觉得这样很残忍？我们能理智一点好吗？我不同意，我绝对不同意。夏沫，就算你不跟我履行契约，我还是可以把项链还给你。顾海宇，你不要想着做傻事，死也没有用的。什么意思？你忘了小言吗？如果我修改契约，我会被反噬。我不跟你完成契约，你死了我也会被反噬，到时候我们都得死。夏沫，
相公。连你是有什么烦心事吗？关你什么事？是不关我什么事，但是是男人他得懂得怜香惜玉啊。这样吧，咱们换个地儿，我一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求生不能，求死不能。不如我让你见识一下，什么叫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迫不及待了，把你的脏手拿开！你谁呀？敢跟老子抢女人？滚！给我等着！别再喝了。不用你管。你来找我干什么？我只是想帮你。你帮我的方式就是死。我不是。相公，相公，你别走了，你都站不稳了。放开我！相公，别走了，跟我回去好吗？你想清楚了没有？没想清楚，没想清楚，别再来招惹我！不想失去你，就别再做蠢事。我很害怕，但我不是怕死，害怕有一天你不在，我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。如果你真的在乎我的话，就好好留在我身边。我想办法好好活下去。对不起。相公，还有其他地方可以查到模拟的资料吗？没有。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没事的，我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
们现在非常好。没事，会找到办法的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小莫，小莫，小莫，好疼！小莫，我该怎么才能帮到你？小莫，我求求你，你告诉我好吗？小莫，没事的，嗯。人不能进房，知道吗？快坐下。我给你炖汤，等我一会儿。当当当当，夏末的专注营养汤，好香。再喝一口。那么好，那么好喝是多好喝。我昨晚发病的样子是不是很可怕？你为什么会这么说？一点都不可怕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你答应过我，把有被偷来的事情告诉你。我绝对不会让你独自去面对这些东西，知道吗？眼睛尿尿。在我死之前，我会指派下一任族长。等慕寒与父母的契约完成之后，魔女项链就会回到魔女族手上。我也算是对您和族人有一个交代了吧。姐姐，你真的为了慕寒雨连命都不要了吗？我们才是相依为命的亲人，我们之间绝对容不下任何人，慕寒雨也不可以。姐姐，我不会让你有事。夏沫，异能屏蔽器已经销毁了，你还有你的族人
都不会再受威胁。哎，你好，那束玫瑰多少钱？30吧。我买了。给。谢谢。没事。穆寒雨，你早该死了。你疯了吗？我没疯，只有他死了，你才能活着。我杀了他。我觉得你要好好活下去。就算我这次杀不了他，下次我还是不会放过他。哎呀，没事吧？夏沫，我没事。我轻点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想到心意会这么做。不用道歉。夏沫，我们5年前是不是认识？还是说，夏心怡在那个时候见过我？难道5年前发生过什么？不然夏心怡为什么要针对我？韩宇，你在想什么？今天，就在车快撞到我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到这世界上什么都不重要了，除了你。我的脑海里全都是你。还说这个干什么？我突然发现，我们2个人没有好好的吃一顿正式的晚餐。我现在正式的邀请你，明天晚上共进晚餐。那我要好好考虑一下。这么难约吗？不怕我，不怕我杀了你。杀我是为了夏沫，我不怪你。把自己当圣人了，你以为我不敢？如果我的死能够救活夏沫，我愿意。夏沫和我缔结了契约，如果我不履行，我死了，夏沫以后别反噬。你说什么？我警告你，少拿这些谎言来拖延时间。那你就杀了我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我本来缔结契约是为了复活我父母的，但现在契约的时间还有限，可以这样，我不会让夏沫有事的。最好是这样，
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烛光不旅行懂吗？给我杀！5年前你不是杀过我一次吗？那场车祸是你制造的吧？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废话怎么这么多？啊？今天不杀是你幸运，记得履行好你的承诺。干嘛突然搞个约会？整得那么浪漫？难道这就是他们的仪式感？那他送了我礼物，我也要我送他。整天皱着个眉头，他会喜欢吗？书，他家书够多了。男人会喜欢这个，他更不符合我的风格。就是你，愁眉苦脸的小老头。你在干什么？删了。你的眼睛，你居然不怕我？我不怕。我是觉得你不会伤害我。行了，你走吧。哎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看星星？我刚刚没有恶意，我是因为看到你的那个灯下面特别好看，就拍了一张，就是主打一个记录。你要看吗？我刚调好的。其实我也一直觉得是有外星的。你说要不然怎么可能那么相像呢？我觉得我这个理论是对的，我一定要把它们证明出来。你懂得好多哦，好有学问。就上学那会儿，课本上学的。我告诉你一个课本上没有的秘密。嗯。我来自那颗星星旁边的卫星上。你是外星人？你是外星人？不相信？我不信。你要是说你有特异功能，我还信。但你要说你是 M2，这不符合科学依据啊！800万光年，怎么可能？逃票了。我信。你要是真从外星来的，那我欢迎你。欢迎你来到我们地球村。
可是我们的组长说，你们人类很多都是坏人，要是被抓到的话，会被送去解剖的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？那你觉得我像是把你抓走的坏人吗？行，这个是毒苹果，我要把你毒倒。不用怕。你给我讲讲你们那里的事儿吧。资源都被耗尽，回不去了。你是我在这儿见过第一个不害怕我们的人类，是因为你不相信吗？我都说了我信了。那个，你给我留一个联系方式吧。要来干嘛？不是，我就是那12号有一个展览。展览？嗯。什么展览？就是一个展览嘛。我看你对这个天体物理学挺感兴趣的。那你12号下午来这里等我。这个叫什么？苹果。你不会不来吧？爱等不等。我等。我说过，不准接触外人，他们都是不怀好意的。我们要利用他们的贪婪和绝望为我们服务，绝对不能和他们产生感情。我只是认识了一个朋友。我说了，不能和他们产生感情，朋友也不行。我们拥有高贵的血统，他们不配。我们不需要他们任何低等的爱。丢掉你那些没用的感情。您为什么总是要干涉我们？我们来这儿100多年了，每次只要我们跟人类有接触，您就会想尽办法的阻挠，包括心怡。他只不过是有一半的人类血统，您却纵容其他的族人欺负他。住口！竟然敢反驳我！给我好好在这反省反省吧。姐姐，姐姐，我带你去上药吧。心怡，现在几号？今天12号。这么快就12号了。心怡，你能帮我出去吗？值得吗？有我还不够吗？帮我。好。你怎么了，香博？
这个是我们这里的药膏，也不知道给你涂上管不管用。这个是清凉止痛的，我帮你擦上试试。嗯。怎么跟我要？怎么打得这么狠？没事，习惯了。对不起，我轻一点。有好一点吗？对了，我点了外卖。有醋。没有醋吗？这样吧，我靠你靠得近一点，这样饺子就会变得好吃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就是我靠你近一点，就会变得幸福啊。你们星球没有男人吗？很久很久以前有过，后来没有了，我也没见过。啊，那我可得跟你说，在这儿，男人是最坏的东西，10个里面有9个是坏的，他们都会欺负你，知道吗？就伤害你。你可千万不跟男人说，知道吗？也不全是吧？那肯定，那不是还有一个吗？啊。好吃吗？你是那个吗？应该是吧。这好漂亮啊！你也想挂吗？嗯。把这个挂上吧。我好想每年都来这里点蛋糕。想来就来，我陪着你。我们拍个照吧。哇，
好喜欢这里，我只想一直留在这儿。一直？你为什么要说一直啊？你喜欢我天天跟的。我最后还是要回去的。我们要见不到了吗？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你了？你喜欢我吗？嗯。夏沫，跟你待在一起的这段时光，是我最快乐的时光。我准备了好久，这个戒指上面刻着我的名字，意义是我希望你能戴上它，这样我就能够永远的陪着你，伴着你，保护着你。你愿意吗？愿意。这里真美，应该在这里变一个门，这样我们想来随时都能来。门？我有异能，只要有门就能去任何我去过的地方。好啊，以后我会在这里建一道门，我们每天都能来。谁也不能抢走我的姐姐，你必须死。阿姨，我来了，阿姨。夏沫，你肯定有办法救他。求你了，救救我们的儿子，我们愿意付出一切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救阿姨，她一定不会有事的。组长，求求您救救韩愈，我愿意用一切交换他的命。你爱上了人类是要受到诅咒的，必须缔结死契。无论什么后果，我都愿意承担。
只要能救他，求你了。死期一旦结成，你将受尸骨之痛折磨5年，直到油尽灯枯。你也愿意？我愿意。你和穆寒雨还会被抹去和对方所有的情感和记忆。组长，能不能让我记得？我不想忘了他。这个戒指上面刻着我的名字，我就能够永远的陪着你，伴着你，保护着你。你愿意吗？我答应。只要能缔结契约救韩宇，我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。愚蠢！爱情是最空虚的东西，你竟然会为了这种虚妄而放弃自己所有的一切。可惜了我这么多年对你的培养。对不起，组长，让您失望了。既然你甘愿受罚，那我就成全你。遇见你，是我这漫长一生中
算了，只要能救我们的儿子，哎，一切都不重要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竟然把你忘记了，我竟然把你忘记了。原来是你，穆寒雨，一直都是你。你怎么了？怎么没有人呢？我还以为你走了。别哭啊！对不起，我是想说，不想让别人打扰我们。见到你真好。那你不早点来？我跑过，跑得很快乐。不是你到底怎么了？我觉得我错过了好多，错过了好多。我想再错过。你不是说今天有很多话想对我说？你故意的，有人性了是不是？别以为你是魔女就什么都能行。骗我。正式的给你介绍一下，我，穆寒雨。穆寒雨，在2个月前认识了一个女生。你就是夏沫，他爸呢？小心会被煮熟。任性。我就等着你爱上别人，然后让你听话。但又善良，可爱。今天人家过生日，想让你陪我庆祝一下。慢慢的感动着我。现在，他已经彻底的走到了我的内心。那个人就是你。所以夏沫，请你喜欢我，尽可能的喜欢我。怎么那么土啊？我很喜欢你，夏沫。很喜欢，很喜欢穆寒雨。从很久以前。从很久以前。应该是第一次见到你吧。魔女项链。你在干什么？删了。那个时候，你可真的是任性。
小莫，小莫。这么多魔女啊，你怎么抓到他们的？你真厉害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猜呀？告诉我嘛，告诉我。来嘛，给我吧。你真的不会伤害你走吧？放心，我怎么会伤害你的木头呢？平蜜其实他自己不要的，说明对他不重要。怕什么？再说了，你能得到很大一笔钱，何乐不为呢？嗯？怎么？你质疑我的手段啊？怎么会？哎，还没到时候呢。还等什么？现在只抓住了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没落网呢。我也差不多了，说不定有的早就不存在了。这样心急，那你想想，如果把他们抓到一起，一块杀，更有意思。好，就听你的。那你是给我的奖励啊？小魔女，滚！别动！哎，马上好啊！啊！起来！起来！再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啊！滚一边去！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如果我不能活着回来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我饿了。那我们去吃东西。好。不过，你先陪我去个地方好不好？哎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就拿一个盘子？我再去拿一个。两个人吃一盘嘛。我有一个朋友说过，如果两个人吃同一盘饺子的话，就可以靠得很近，然后就会觉得很幸福，饺子也会特别好吃。哪个朋友？就一个朋友。
这么老土的梗，你这个朋友不正经，不是好人啊。没有啊，他人挺好的。好什么好呀？哪有这么撩妹的呀？我最讨厌这种土味的梗了。你少跟这种人掺和在一起。哦。那我自己去拿个盘子。你等一下。这不能吃吧？他还会做的。他还送过我一个苹果。这个是毒苹果，我要把你毒倒。然后我们一起看了流星雨。他说这些都是好朋友之间会做的事情。那你找他呀，你还找我呗？我骗你的，就是想看看你会不会吃醋。这下吃饺子不用蘸醋啦。韩宇，如果有一天你会忘记我们之间的经历，你会难过吗？傻瓜，我怎么会忘记你？如果记忆会让你痛苦，我情愿你忘记。韩宇，我会永远记得你，不管有多痛苦。不会不记得，我就算是死我也。那不是。我就算是死，我也会记得。他还在。还在。我很多年前来这里的时候顺手挂的，一扇贝壳。这是你做的？
你在干什么？删了。好漂亮。我好想每年都来这里点贝壳。打这个干什么？你喜欢我吗？原来我一直都爱着你。夏文，怎么了？大家怎么了？夏文，跪下！没事吧？小莫，终于来了，啊，看你等的辛苦死了。怎么样？我这够气派吧？我来替慧报仇。哎呀，夏沫呀，夏沫，都说你英语高人一等，没想到蠢的跟个猪一样。同样一个坑，你们能钻2次，你们还真是个聪明啊！哎呀，穆教授真是个好教授，能研制出这么好的玩意儿。他不仅能调节异能，还能调节疼痛的大小。你说我调多大合适呢？大一点。疼死了，疼死了！小一点。夏沫，你在我的场子上打我的人，是不是不大合适呀？大家口味也得看主人吧。你说你就一丁丁丁点的异能，会怎么样啊？兄弟们，陪他们好好的玩玩，怎么样？开始。起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已经把所有的魔女一网打尽了。我们终于做到了。真的啊？你知道我刚刚抓到了谁？夏沫。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刚刚抓到了夏沫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了？你让我等，不是为了帮我抓所有魔女，而是为了引我姐姐出来。原来你一直在利用我、欺骗我。
跟他们一样，没有异能就是个废物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抓魔女的最后一环不是夏魔，是你呀！别着急呀，快！夏沫，心怡，夏沫，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个小小的乐趣，你猜是什么？心怡，你没事吧？现在还姐妹情深呢。你现在应该知道是谁背叛了魔女族吧？知道了吧？为什么魔女会莫名其妙的消失？为什么我能轻而易举的找到你的位置？那慧姐姐死前还有没有说什么？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了。最好没有骗过我。我现在给你几分钟，我们姐妹好好聊聊，啊？是你吗，心怡？真的是。只有姐姐对我好，他们都该死。扫干净了吗？扫干净了。扫干净了吗？没扫干净。让你扫地，你扫不干净，没干净。你们还敢顶嘴？啊！哭！一滴眼泪，一个巴掌！你就记住吧，你就是个半人半魔的怪胎，实在是让人讨厌。以后别再装的这个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我不是你。以后再让我看见你们欺负他，绝不轻饶。出去！
慢点，我来吧。还是我自己来吧。他们说我血脏。一点也不脏。你这么维护我，他们也会讨厌你的。我是未来组长，谁来讨厌我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他们都说我是怪胎，说我不配做魔女。因为在我眼里，你就是我们的族人，你跟大家是一样的。你能做我姐姐吗？姐姐？姐姐。好啊。真的？嗯。有了姐姐，他们就不会欺负我了。好，以后我保护你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姐姐，乖。姐姐，还疼吗？不疼，有姐姐就不疼。是，他们是不错，可他们毕竟是我们的族人。族人？他们有把我当过族人吗？这么多年了，只有姐姐你是真心对我的。他们带给我的全都是伤害，我凭什么要放过他们呀？你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残忍的？你这么做跟曾经的他们有什么区别？我残忍，从他们随意欺负我，说我是怪胎的那天起，我就变成这样了。现在我有能力了，我可以报复了。他们都该死！这么多年，我以为你心里的伤害已经淡化了，没有想到那些伤害从来没有停止。对不起，是姐姐疏忽了。心怡，回头吧，不然我们连姐妹都做不成。姐姐，连你也不要我了吗？好了。这就也差不多结束了吧？游戏也该结束了。上。等等。我要亲自动手。原来你也跟他们一样，觉得我是个怪胎。你们全都只会欺负我，只有他能够理解我的痛苦，包容我的任性，体会我的感受。所以，就算他骗我，我也会走向他。你说过，我们是一样的，对吗？当然。跳出心机。
夏沫，为身边最亲人的背叛，滋味不好受吧？是魔女害死了我母亲，让我变成不伦不类的怪物。你们让我承受的，我现在统统还给你们。让你变成现在这样的是你的母亲。你说什么？让你变成现在这样的是你的母亲。闭嘴！你跟他们都一样。我母亲是爱我的，你们诱惑她，她才去缔结契约的。她是一个好母亲，她生下我，让我辛苦，她从来没有抛弃我呀。直到你们的出现，她不要我了，她不要我了。你想回去看看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可以让你短暂的回到过去，让你亲眼看看当年你的母亲的选择。有意思啊！你做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的母亲吗？如果给你一次机会回到过去，你不想告诉她现在发生的一切吗？想，不给你这个机会，只不过是让你看看，你才是错的。蛮好的，来吧。妈，妈，儿子，妈，你儿子现在有钱了，我可以好好照顾你，以后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。妈，辛苦了。妈知道，你最孝顺。你跟妈再去6之6巷酒馆一趟，咱再去缔结一次契约，好不好？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用你的命换我的命啊！你的那些钱都是我找魔女换来的，都是我的，凭什么给你用啊？妈，是你儿子。你是我儿子啊，你的命也是我的。用你的命换我的命，我是你害死的。怎么，不愿意啊？你这个怪物唯一的用处就是为了救我。既然你这么不愿意，那就去死啊！所以你们都该死啊！大家一起死吧！啊！
夏梦。救人。对不起。因为是我要一起面对的，因为是你要瞒着我。我告诉你，是不想让你冒险。5年前，我知道了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记不记得5年前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又相遇了。夏梦，对不起，以后前的死期，我就把你给忘了。还好我没有错过，还好我把你找到了。谢谢你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。组长，放心吧，没事。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谢谢你，组长，你救了大家。我还没有拿回项链，你愿意承认我是组长？你肯定是有你自己的苦衷，但你永远都是我的组长。心怡还没回来。我一直在等你们回来，没有见过他。我去找找他吧。嗯。主任的事情都安排好了，剩下的也都交给柔仪了。太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过我们的2人世界，好好享受。嗯。云南就切成这样了。嗯。这个西红柿先切块。哎，不对不对。不能切块，它要先去皮。什么时候才有留下？他们说半个小时之后是最佳的观赏时间。啊，
怎么那么久啊？刘星确实很难约，现在全世界有很多情侣都在等他。他们也会这样等吗？他们不会抱在一起等吗？这还差不多。刘星，你真的很浪漫。我想让你体验一下那个轰轰烈烈的爱情。也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轰轰烈烈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就很好。不，我就是要把全世界最美好的东西都给你，让你更幸福，更快乐。刘星。在哪？对不起啊，今晚没有让你看流星。不愧你，云层太厚，我们可以下次再看。就是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。明年。也可以是现在。刘星，快学。陆海宇，希望你以后你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照顾好自己。小莫，我希望能够永远和你在一起。陆海宇，遇见你，对我而言已经是最美好的事情了。希望你以后可以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忘记让你难过的一切。心怡，心怡，又走了吗？心怡。我知道是你，心怡，你出来！不管有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一起解决。你别怕，姐姐陪你一起承担，好不好？心怡，姐姐等你回家。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要为我做的事情赎罪。
慕寒雨应该知道这个女人的死。小莫，小莫，明明看到他进来了。你来找姐姐。是啊，她不在吗？你一般都是先联系她，让她带你进酒馆。哦，我已经联系过她了，她没给我回复，我是担心她就过了。虽然玫瑰花瓣没有继续掉落，但姐姐的痛感更痛了。她的时间不多了。玫瑰花瓣。对了，你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。他真的死了吗？那他死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？有没有提到我？你很在意他？没有，我只是想知道。他死的时候痛不痛苦？那你是想让他痛苦呢，还是不痛？我当然是希望他痛苦。我希望他死的时候痛不欲生。你这么恨他？他不配。我知道你担心姐姐。我相信，你一定会完成契约救她。走吧，我带你进酒馆。心怡，韩宇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有点担心你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你还好吗？没事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哦，心怡帮我进来的。我就知道他会来，但他还是躲着不愿意见我。他其实挺关心你的。他害怕你时间不多了，还让我用契约来救你。只要你同意，我愿意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面对的吗？你忘了？怎么会，宝贝儿？我就是想让你好好活着。宝贝儿。心，我怎么可能让你这么简简单单的就死了？谁让你让我那么痛苦呢？我要让你和慕寒雨
真正的看着彼此痛苦，然后慢慢的死去，这就是我对你最大的报复。他竟然没死，不能再让他继续伤害姐姐了。这件事情该由我去。永田，只要你同意，我愿意。怎么会，宝贝儿？姐姐，终于回来了。对不起。回来就好。姐姐，我现在没有资格再跟你在一起。我知道发生的事情很难过去，但不管有什么样的隔阂，总能解决的。我就是不想让姐姐再帮我解决，所以才要走的。以前不管发生什么，都是你帮我。姐姐，你不欠我的。你是我妹妹，没有什么欠不欠的。我做了很多错事，已经没有办法再挽回了。我无法再回到这里。还是决定要走吗？今天是来跟姐姐道别的。去哪儿？不知道，可能会像柔仪那样，在别的地方待个几十年。我没有多少时间了。我不能亲眼看着你在我面前。离开对我来说是种解脱。好。姐姐，以后再让我看见你们欺负他，绝不轻饶。你能做我姐姐吗？好啊，每次都说你错，每次都不改。姐姐，真的错了。他只不过是有一半的人类血统，你去纵容其他的族人欺负他。你能帮我出去吗？好，只有姐姐对我好，他们都该死。去吧，去吧。姐姐，我走了。
是你？你还活着？夏沫都还没死，我怎么舍得先死？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？穆教授，你就别再逞英雄了，对你没什么兴趣。夏沫利用我母亲在此编织了个梦境骗了我差点就信了。他总是高高在上，掌控着一切。这次应该轮到我了吧？等着看，我还让他生不如死。你可以试试看。对了，夏沫的时间可不多了。你那么爱夏沫，肯定打算用自己的命去救他吧？我怎么舍得你去死呀？我是在救你，你应该感激我。你夏沫死了，我再放了你，好不好呀，莫教授？你这么做，我只会觉得你很可怜。你这个垃圾，垃圾？啊！怎么样？你每次也都只会用这些卑鄙的方式来做事情。有本事你把我放了，我们用男人的方式来解决。残忍的方式啊！好啊，来啊！
没想到是你救了我。姐姐的事情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她的时间不多了。我打算陪她到最后。什么意思？你眼睁睁看她死？你别忘了，你的命是他给的。我不会让她死，我会完成契约。好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记得遵守你的承诺。快回去吧，我姐姐在等你。你和她见面了？见到了。那你怎么不回去？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，我要去别的地方看看。我和姐姐说好了，我和她可能几年之后才会再见，也可能见不到。相信爷，等我完成契约之后，如果你不在她身边，她会很孤独的。你是个好人，我姐姐没有看错人。快回去吧，照顾好她。宝贝，好久不见。我真喜欢，我从来就没有认识过你。你们一个个的，凭什么比我高贵？凭什么欺负我？凭什么？我告诉你凭什么？因为你是个半人半魔的怪胎，不配做我们的族人。你没事吧？你当初为什么要救我呢？如果当初你没救我，我们之间就不会有任何纠葛。宝贝儿，如果没有你，这游戏就不好玩了呀。你为什么要一而再、再而三欺骗我？
为什么要利用我？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真心吗？我们之间早就定好了游戏规则，是你没有遵守啊。游戏而已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一儿游戏不好玩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你说过，我们都是怪胎，我们两个才是一类人。那个时候，我觉得你离我很近。我想问你最后一句。说呀。你爱过我吗？爱过你。你觉得世上有爱吗？嗯？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爱，都是谎言。爱是最无能的人兑换不公平报酬的骗局。我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能看得很透彻。没想到你跟他们一样蠢呢。是我蠢。对吗，宝贝儿？游戏而已啊，何必陷入那些情情爱爱呢？嗯？你不是仇还没有报完吗？我们继续啊！这一次，我保证不动你的姐姐，好不好呀？啊！来，给我一个抱抱。来呀！这么久没见，对吗？太想你了。我们俩做了这么多错事，一起赎罪吧。小猫，让我看看。我想用最后的时间，记得你的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。我想记得你的一切。你知道吗？我见你第一次的时候，我就是被你的眼睛吸引的。你的眼睛就像星星一样闪，
是因为我一步一步的走到你面前。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爱上你了。我也是，认识你是我一生最快乐、最幸福的事情。你教会了我如何去爱。这5年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最后我们都陪伴在对方身边。我们也很幸运。我们很幸运。小莫，我想记得你的一切，记得还要再遇见，我永远。小莫，我不会让你走的。我要用我的生命换我最爱的人，健健康康、完完整整、快快乐乐的活下去。我要用我的生命换我最爱的人，健健康康、完完整整、快快乐乐的活下去。我要用我的生命换回我最爱的人，健健康康、完完整整、快快乐乐的活下去。
你们的代价。